刚刚公告出来的4月份营收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它出现的是年月双增的走势，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你卖掉没关系，它回不来了。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产业趋势名家陈维泰老师，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2024年的下半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操作台股呢？好，欢迎陈维泰老师。女王好，大家好。老师你好。好，我们去年9月才录过一次，那时候我记得你讲的是金融股，就确实金融股其实报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投资报酬率还不错哈。好，那老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我们要进入下半年，那最近刚好是一些报税的那个要缴税，卖股缴税已经大概都差不多了，然后现在5月15号季报也要出来，那这些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大家又可以审视。不过眼前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大家在讨论度，就是最近 ETF 00940又在换股了。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帮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最近的 ETF 换股潮，到底我们要不要去留意这种洗牌效应？反正隔一阵5月、8月、11月什么又来一次，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应对呢？事实上呢，在这个先前的00940，对，募了非常多的一个资金。那我相信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可能手上都有00940。那当然啦，大概买完之后呢，当然我相信在过去1个礼拜、2个礼拜，可以发现到它开始就是出现就是比较持稳的一个态势。那先前大家比较担心，就是说这个股价一直在10块钱的一个认购价之下，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种情况大概在换股完之后就会解决了。你是说就不会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对，一定会波动了。对，它就会开始回复到比较一般我们所谓的高股息 ETF 的一个正常的轨道。是为什么？因为当时呢00940它在募集的时候，在行情的相对高档。那个时候其实它不管它怎么选股票啦，包括不要说他选，我们自己选也是一样啊。任何人买在2万、2万1的时候，一定是如此啊。对啊，大多数的股票就是一些好股票，它的当时的价格一定不会低的。对，它一定都是反映它的一个基本面，然后股价在相对的一个高档位置。那所以呢，它第一次的一个布局，它的持股通常都会在相对的一个高档。可是呢，等到换股了之后，它就可以重新的按照现阶段筛选出来的一个个股，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调整。那这时候呢，它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没有涨到的个股把它换进来了。所以它在整个基金的净值的部分，未来它就比较有机会在往上去做走高。不过最近大家还是会很关心说，那00940这一次到底要换股，换了哪些东西？那这个是这个富邦投顾他们在做的一个预估，就是这一次的00940，它这次换股可能有换了24档这么多。OK， 好，那换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从它的预估的表格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到，的确有一些是先前大家喊得很好，可是因为股价涨上去，然后它的整个股息殖利率相对比较低的，像大联大可能就不到4%，可能就会被剔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南茂啦这一些，它的殖利率不够高，然后就会被剔掉。OK，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些，也可能不是，但是总之呢，就是现阶段因为行情已经来到相对高档，所以呢有一些的一个个股，它如果说它的一个殖利率开始往下掉的时候，我觉得投资朋友就应该要特别去做留意。但是呢，回归到投资的本质，我们常常在讲说，像我开的课叫股票投资的本质与进化，我们非常强调是所谓的一个本质这件事情。既然是中长期投资的朋友，他才会选择 ETF 嘛，对，而且是去做所谓的定期定额的一个操作或者是投资。是，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属于中长期投资的话，不必太 care ETF 的一个换股。就说如果你是本身是 ETF 的投资人，其实不必 care 这个。对，反而我觉得 ETF 的换股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自己在投资组合的审视，大概也是3个月或者是半年会去审视一次，我们自己的投资组需不需要去做一个调整。对，那所以呢，在审视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本益比偏高的个股，本来就应该要把它去做一个汰换。所以我一直在跟同学们或者投资朋友在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存股，可是我们的存股并不是只进不出，
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思维逻辑。那我看过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报道，其实国外也有人在去做存股，但他们存股就是我的 portfolio 我的这个资产组合里面，例如说就这10档个股，突然我发现有第11档比这我手上的11档更好之后，我就会把这第11档拉进来，然后把10档里面比较差的把它换掉。对，有点像是打棒球，没有表现不好的下放到2军，表现好的从2军拉到1军。是，对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平常心的看待就是 ETF 换股的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有些个股不符合 ETF 的一个筛选条件，可是我们觉得它不错，因为很多 ETF 它其实光是第一轮筛选就要说市值前200大。250大，对，可有些中小型股就是没有到啊，根本就不会在它的那个 list 里面。对，那像这种个股，我们其实也可以拿来去做一个评估跟筛选。所以呢，我觉得投资 ETF 的一个朋友，我会建议就是要做定期的审视，然后看看我们这边所提供的这些股利的部分，OK， 那是不是符合我们先前所提到的，就是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是符合所谓高股息 ETF 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然后再来，如果一些没有被 ETF 选到的这些个股，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其他的这个资金去做额外的投资。对，好，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就是分2个部分，第一个是 ETF 的投资人，可能他不用太 care 这些换股，他就是一个中长期回到他的投资本质，他就是要中长期固定领息或者定期定额的投资嘛。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看 ETF 的这些股票，我们可能想根据这些去做一些投资，其实对，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看这些，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持股，都要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汰弱留强的这种观念，就是随时还是要至少3个月要看一次，稍微调整一下。像你刚刚讲，也许你投资10档，第11档不错，那我就把其中1档弱的换掉，这个动态的汰弱则强嘛。好，那这是我们刚才对这个现在的 ETF 议题这个先做一个段落。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好，我们了解这样的本质之后，请问接下来下半年我们应该要投资哪些类股？应该这样说，就是5月15号季报出来了，它又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很好的机会，对不对？就可以看这些。那不过以前我们都会讲到什么5穷6绝7上吊啊什么，当然现在可能环境不适用，可是它就是有这些变数在这儿。那我们想说请教老师说，如果说是您的话，您下半年您会选哪些类股，或者您会有哪些操作的思维？好，在这个市场上面常常就会听到大家就会说像刚刚提到的5穷6绝7上吊这种所谓的产业的淡旺季。可是一方面是我认为说，其实在过去这几年这个所谓的产业淡旺季的一个落差已经没有这么大了。对，再加上最近我看到第一季的台湾的 GDP 主计总数所公告出来的数字是 6.51，那比原本的 5.9 多还要更为提高。对，再来我们所谓的这个景气对策灯号。国发会所公告的，你连续3颗出现绿灯，他们背后的解读都是因为 AI 应用的科技的那个出口大幅度增加，所以导致第一季的一个电子股他们的一个营收都表现特别的一个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主计总数跟国发会他们所公告出来的数字。那我要额外再提一件事情，刚刚公告出来的4月份营收的一个表现上来看，我们看到呢，很令我意外的是2317的鸿海，它出现的是年月双增的走势。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值得拿出来去做讨论？原因就是因为像我们在过去在研究鸿海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鸿海的营收的比重上下半年大概就是1:2，上半年是淡到不行。对，可是下半年就会拉得非常的快，原因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新机，尤其是苹果新机都是在9月份，9月是10月份，然后它可能提早1个月这个组装业绩会起来。可是这一次呢，4月份营收公告出来，就没想到鸿海交出非常非常亮丽的成绩单。这代表2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鸿海它除了苹果的这个所谓的手机代工的营收之外，它应该还有别的。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以后不能够再定调它是所谓的一个瓶盖股或者是一个手机代工的一个厂商。对，那它的整个的享有的本益比可能就会再拉高。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你卖掉鸿海没关系，他回不来了。他之前盘了好久哈，突然间100块钱，对，然后拉到120，那这时候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都跟我父亲一样，120了，赶快把它卖掉，因为再不卖，它又掉回100了，就没想到这次卖了就没有再回来了。是，那我相信他以后也不太会回到100块钱以下了，因为他已经从原本的所谓手机代工的定位转换成一个，例如说 AI 伺服器的一个厂商。
那它未来的本益比可能就会跟着往上做提高。那第二个值得我们去做留意的事情是，如果连鸿海它都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转型，那让它原本的淡季变得不淡的情况之下，难道英业达不可以吗？对，或难道广达技嘉不可以吗？难道广达不可以吗？就真正的 AI 概念股这些是对，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一个操作，我们从第二季的这些所谓的淡季不淡的族群里面就可以知道，他们连原本的淡季都能够表现不错，那下半年旺季那更不得了。所以接下来的趋势，我第一个会觉得要留意的就是 AI。虽然最近台北股市 AI 相关的个股比较杂乱一点点，对，因为他们的位阶有的高有的低，相对高的，例如说广达刚刚做修正，可相对低的例如说像这个技嘉已经修正到相对低档，可是技嘉它在4月份的营收 YOY 是200多%的成长，3月份的营收的年成长也超过100%，它是连续2个月的 YOY 都能够3位数成长，就是国家在低档的，对，没错。所以我说接下来呢，下半年我还是会持续的去关注 AI 相关的一个族群，尤其是硬体的需求，随着这个应用面越来越增加。现在很多的像苹果，它不是也开发了出一个新的 M4 的那个晶片吗？是。那个 M4 晶片也就是为了要去用针对 AI 的相关的运算应用来去做开发出来的。未来的 AI 的相关应用越来越多，所以对硬体的需求也越来越扎实，包括像什么 B200、H100 这些所谓的一个伺服器晶片也都会越来越扎实，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这个是会持续延续到年底，甚至明年或者后年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只不过强度会有所差别。那台湾是 PC 的王国，那过去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硬体非常的强，强在什么地方？强在2个地方，第一个是 cost down 的能力，我相信这个全球大概只有台湾有办法做到，再来生产的弹性都优于其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 AI 相关的订单，即便是有其他国家想要崛起要去抢这订单，我认为都不容易。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是 AI 供应链里面最完整，而且你刚刚讲不管是成本或弹性、生产弹性、品质都是最好的。对，所以供应链最完整。所以这块大饼怎么样呢？其实都还是落在台湾。对，那当然上面那些所谓晶片设计那个没有办法，那个从以前来讲都是美国的天下。然后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对 AI 还是采取一个高度关注的一个态势，所以由于已经修正回低档的一些个股，那我觉得这一波指标股呢，我觉得当然广达是一定会看的嘛 ，OK， 然后甚至包括像微影，还有刚刚所提到的像鸿海，然后华硕、和硕，甚至呢在过去很早就已经切入到伺服器主光代工的英业达，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标准的 AI 相关族群的一个标配。那至于其他的，我相信大家都会问说，那川湖可不可以啊？旗宏可不可以啊？散热这个双宏可不可以啊？水冷式的这个模组未来也会是一个主流，我相信是。可是就目前来看，他们都还撑在高点呢。对，所以我觉得对这种属于零组件的一个个股，我并不是说不看好，而是说我会认为，因为现在所有的现阶段对，可能很多法人都卡在里面，那可能他们要等到第二季的做账结束之后才会让它下来。那这时候你去买，可能我们在评估说上涨的空间跟下档的风险去做评估，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忍耐一下，可以先找这些已经有修正过的一些主线的个股。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在台湾的股市 AI 概念股市一定要理解，你即使不投资你都要稍微懂这个产业，就是了在现阶段可能就选一些回档修正的股票，比如广达、微影、鸿海、华硕、和硕、英业达等等。对，但是其他不是不看好，而是他们现在股价的位阶比较高一点，所以看情况再找机会投资。是的。好，那第二大族群可以留意什么呢？好，今年很特殊今年其实不是只有电子股在涨今年非电子股也涨了不少。对，那非电子股这边呢，其实我个人其实会观察到原物料相关，但原物料相关它并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就是大喷出。对。因为全球的经济没有好到，需求没有好到说要让这个报价是大幅度的光中国经济没起来就差很多了。对 ，OK， 而且中国还不断的在输出，对，输出他们一些低价的商品。但是我观察到是现阶段通膨没有消失啦，好，只不过有稍微获得控制。所以呢，其实一些原物料的行情，其实我觉得可以伺机而动。那长线来看，我觉得重建需求是会持续发酵，包括像是一些基础建设，对，然后再来就是要运送原物料的一个运输，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去做关注的。所以我这边优先观察到是低基期的散装股，原因就是因为在供需方面来讲，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新船下水大部分都落在
货柜，反而散装的部分没有什么新船下水。是，那散装部分其实还有一些老船是被替掉的，所以其实在供给跟需求的方面来讲，事实上他们的供需情况算是比较紧绷的。换句话说，一有一个特殊的需求来，它很可能它的 BDI 的一个指数就会往上做走高。那同样的，他们有个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现在的位阶都在比较属于中低位阶，就是今年涨的不是很多，就是对对对，像是那个新兴、裕民、中航，这个是属于跟 BCI 比较有相关的。例如说，只要看到铁矿砂在报价在涨，他们的价格就往上涨。然后呢，惠阳 KY 啊、四维航跟台航是属于中小型的船只的。对，它可能跟 BPI 或者 BSI 比较有相关，就是一些说谷物的运输。但总观来讲，我觉得现在在整个散装航运的部分，它已经比较进入到所谓的这个产业循环的相对的低档的位置。如果说接下来有一些这个原物料的需求突然的出现，那对他们来讲会是比较直接有受惠的机会。所以重点也是低基期，而且好像最近 BDI 波罗的海运价指数其实好像也是上涨的，缓步的上涨。对对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慢慢都是呈现一个获利的情况。OK， 好，这是原物料的部分，可以注意裕民、新兴、中航、惠阳 KY 还有四维航跟台航，这些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是。那第三个要留意的族群是什么？又回到我们的金融股啊。其实您去年已经讲过，我们刚一开场已经说过了。是。我觉得金融股其实对于台湾的投资人来讲，其实有一点点又爱又恨。是。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表现不错，获利也蛮稳健。可是，一旦讲到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事实上大家就还是会注意到电子股的部分。对，嫌它涨得不够多。对对，可是几乎人人都有。对尤其是你看这个每一个月证交所公告的说定期定额前10名。对，而且都是帮小孩买，很多都是帮小孩买哦。对，像3月份那个前10名里面呢，只有2档是电子，一档是台积电，一档叫中华电信。那除了台积电护国神山之外，中华电信也是拿来存股的。对，然后其他8档都金融股。对，都是这些。那我们就来谈谈一下金融股。好。金融股其实对于整个国内经济的一个发展，它算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认为说，从刚刚有提到，不管是主计处或者国发会所公告的一些总体经济数字来看，台湾目前的经济是属于温和向上发展的。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就是大家很喜欢定存的那些的一个个股。第一个就是从他们在过去这3年的这个配息的这个稳定度来看，我发现其实民营金控里面的这样中信金其实变得表现不错。可是有一些是有配息也配股的。对，那这部分其实我发现也是民营金控表现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投资金融股的部分，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说，就是民营金控会优先于所谓的官股。是。对，那在整个数字上面来讲，不管是殖利率的表现，或者是配息稳定度来看，比较首选的是前面3档，中信金、台新金跟玉山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数字，就是配息稳定度，像中信金，它最近这3年全部都配现金，而且1年比1年多。我觉得这个不错。那台新金呢，跟玉山金这个是属于他们有配点这个所谓股票股利的。对。那对于要买给小朋友的，我觉得这种比较适合。如果说大家想要觉得，你希望股价有点波动性的，我就觉得要去挑富邦金。因为这个法人比较会去买。国泰金也是。好，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今年台北股市的成交量都是维持在4000亿以上，那市占率比较高的，获利看起来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交出成绩单的，就是元大金，它是国内市占比较大的。对。再加上它有发那个00940嘛，是1752亿的。对，光是收那个管理费就可以收得很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几档金控公司，我觉得是可以优先做留意。老师你真的很不错，要告诉大家，如果要买给小孩的适合什么样的，或者你想要股价上面又适合什么的，想要题材上面也有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金融股留意的就是中信金、台新金、玉山金、富邦金、国泰金还有元大金。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也支持我们的节目呢，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财讯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老师，谢谢宣统，拜拜。